这是我第一个花了2天拍摄的视频，复刻了一下米其林3星的法餐。我觉得中餐和西餐正好反了一下，中餐激情四溢，食材一览无余，味道呢也一眼能看见。高规格的西餐呢，往往把食材隐藏起来，简单的呈现背后呢是令人发指的复杂，当然味道也不输分毫。这里是好吃看得见，好吃就能做的麦叔频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麦叔。这次呢，我们来个折腾一点的米其林3星法餐，一个松露香气炸弹。米其林嘛，又是3颗星的，当然装逼模式要始终的开启。其实呢也不难，让我们一起学会。改天呢在家里搞一个烛光，后面的情节呢还用我多说吗？好了，我们这就开始。这次我们用的油选择了葡萄籽油。葡萄籽油呢，有着可以高温以及性质稳定、比较中性、无异味、不油腻的特点，用来烹饪需要高温煎烤以及对食材原味要求比较高的食物特别合适。第一天呢，我们主要先准备一下这道菜需要的酱汁。考虑到视频时长，这个法式马德拉鹤酱以及法式牛骨白汤，可以一步去看一下分离出来的2个短小视频。2种酱汁做完后呢，都放进冰箱冷藏1晚。用来去除表面的油脂，让酱汁更为纯净，而不影响食材本身的味道。特别是马德拉酱，在第2天制作主菜之前呢，需要进一步加工一下，再用70度左右进行保温，方便随时使用。慢呢有慢的道理，越快得到的东西越容易失去，而能长久的呢，往往是背后不为人所知的努力和时间的造就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准备一下主菜的配料吧。红葱头切一下，越细越好，无关味道，只为了最后的淡泊名利。第一配角的松露，我这里是新鲜的松露，虽然不是在松露季节最好的时候，但也算赶上了末班车。尺寸呢也不是很大的那种，更好的食材呢，看你们的点赞和关注啦。我绝对不是一个苏坑啊您。我们主菜的第一男主来了，这次我们买了一条5斤重的菲力牛柳，那个安格斯的。然后先把这些油标给去掉，我们只要这中间一段就行了。这条6斤的牛菲力取出最好的一段，其余的呢一部分去熟成，一部分冷冻，让它在后面变成10道菜。这块牛肉爱美食，生活状态自然会越来越好。我们先去除隔膜和过多的那部分油脂，菲力嘛，不用太多的油脂。虽然牛肉味相对其他部位来说比较淡，但也是最嫩的一部分。一张白纸吧，更容易蹭到其他配料的鲜香，也更适合给家里的孩子吃。拿出棉线，按照你想要的牛排厚度，扎在牛排的中线附近。这次我们的牛排厚度需要比较厚一点，6、7公分的样子，这样装盘比较好看。你在家里呢可以随意，但至少也要保持3公分吧。接着呢，我们拿出这次主菜的女1号。为什么是女1号呢？鹅肝那嫩糯绵柔，和女人似水超级贴合。切取一片厚度1公分以上的鹅肝，一边备着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开火。油碱入凡，我们先准备一下底座，吐司面包，切割出一片和牛排大小差不多的圆片，中火加入葡萄籽油，2面煎成金黄略焦就可以了。这里强烈建议用带甜味的吐司，这个绝对会在最后的品尝中给你的味觉带来那么一丝惊喜。紧接着我们用小煎盘中火放入黄油，融化后呢，加入之前切碎的红葱头，煸香。葱末变透明后呢，加入差不多40至50毫升的马德拉强化葡萄酒，
再加入一些黑胡椒粉，收一下汁，一旁休息，晚点出场。好了，我们开始把主角细粉提上来吧。牛菲力两面用黑胡椒、盐还有橄榄油涂抹一下，静置个5分钟。大火加热，油温足够时呢，放入牛排。就是这个声音，很简单，两面各45至50秒，侧面在封边总共30秒上下，让它表面充分美拉德反应一下。说人话呢，就是焦一点。期间呢，可以用手掌法估算一下核心的熟度，一般这一步有个2-3分熟就可以了。放一边醒一下，千万不要洗锅，在原来牛排煎锅里下入我们切好的松露碎，将它煸香。如果油不够呢，可以略微补一点葡萄籽油。炒软后，我们再来一点马德拉酒。翻炒几下后呢，我们的牛骨白汤，英文叫 White Pound， 顾名思义，白香就该出场了。加入100毫升左右，继续翻炒。看干湿情况，可以第2次加入白糖50毫升左右。再加入之前剩余的部分牛肉蔬菜高汤，放入一些黑胡椒，少许海盐。最后加入我们的葱油，搅拌收汁，我们的松露酱就做好了。为了牛排的原味，这次的锅呢还是要洗的。中火将牛排回到锅中，加入足量的黄油，如果大火的话呢，会让黄油满哈。放入2瓣大蒜和1支百里香，开始给我们的牛排洗澡。大蒜呢擦擦身，迷迭香呢搓搓背，期间呢用手指探测一下熟度，4分左右就可以了。放一边休息一会儿。趁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快速的处理2个步骤。首先呢，女1号上线，煎锅里撒上1层海盐，中火加热到足够的温度，和煎牛排差不多。这里呢，我们只加盐，保证鹅肝的原汁原味。因为不加油，撒盐呢也可以防止粘锅。煎鹅肝呢，用它本身自带的油脂就够了，爆香。所以呢，鹅肝这玩意儿呢，好吃是好吃，但偶尔吃就行了啊。经常吃呢，胆固醇冲出太阳系了。我们每面高温煎20至30秒，因为呢后面还会有加热的步骤。另外提一下，煎鹅肝第1面的时候，用手指控制鹅肝在盐粒上摩擦，看它慢慢出油，超级解压。接着马上我们处理一下松露片，煎鹅肝的煎锅不要洗，中火加入黄油，融化后呢，放入我们的松露片。走车马炮那样，用手指把松露紧贴在锅底，来回摩擦一下。小姐姐们呢，可以不学，麦叔的皮比较厚吧。煎个2-3分钟后呢，还是加入我们的马德拉酒，瞬间一股甜味和松露的香气，犹如拍《西游记》一样，随着一股妖怪出场的标配百物而达到你的鼻腔。随即加入牛骨白汤，这里可以加点海盐，也可以不加。我不加是因为牛排和鹅肝都是有咸味的，最后的马德拉克酱也是有咸味的，这点味道足够了。现在还是轻盐比较健康，除非呢你需要经常和别人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我们收掉1半的汁水就可以关火了。好了，最后一步，将剩余的牛肉蔬菜高汤和牛骨白汤倒入锅内。如果你做了很多的汤汁，那就按视频显示的分量加入就好。加入我们做好的松露酱，再加入马德拉酒，搅拌一下。请回我们的男女主角，牛排上铺1层松露片。
不要浪费了煎松露的黄油。将锅中的酱汁不断的淋在牛排和松露上，然后鹅肝压顶，继续不断的淋上松露酱汁，裹住香味的同时呢，顺便进一步加热牛排和鹅肝。等到你觉得牛排和鹅肝的颜色有点加深了，同时勺子按压一下鹅肝，不是那么的绵软了，就可以装盘啦。既然是米其林，即便不需要装点的跟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，那基本的仪式感还是要有的。俄罗斯方块来一波。淋上松露酱汁，最后淋上我们保温到现在的马德拉褐酱，用来增味。放上一根百里香，熬个造型，上桌妥妥的风景。3层鲜嫩的堡垒，一座芬芳的斜塔，黑金的亮眼组合。你的刀叉已经在桌面正产，就等你带上它们直捣黄龙。对吧？如果烹饪过程当中你不介意科技盒很活的话，可以加入一些松露油，味道会更香。我这里呢是纯粹的天然松露，它的香味呢可能没有那些松露油来的那么浓烈。我是个有原则的人，好吗？鹅肝那种糯香鲜绵密的口感，被这款 whisky 的那个焦糖香气，还有那个水果香气，还有那个凤梨香气烘托的，我靠！好了，我是你们的麦叔。如果喜欢这样台上优雅简单，后台疲于奔命的米其林美食的分享，评论区里告诉我，我呢舍身取义。OK， 下周我们回见。